既然春晚沒邀請我，只好在這裡給大家拜年了。祝各位老友記的家人們好運千軍萬馬，幸福一馬當先。馬到成功是結果，馬不停蹄是態度，馬首是瞻是方向，馬踏飛燕是氣度。新的一年，讓小人落馬，讓貴人上馬，讓壓力下馬，讓夢想上馬，讓猶豫卸馬，讓野心躍馬。風雲撥馬見日月，江湖縱馬寫春秋，帶你馬上見真章。馬年吉祥，馬到成功，馬上翻身，馬上封神。小時候我們盼着過年，為啥？因為七大姑八大姨圍着你轉，个個恨不得捏你一把小臉。而今天呢，七大嬸八大侄兒圍着你轉，個個卡姿蘭大眼瞪着你。那時候對着這卡姿蘭大眼，家長們還會覺得，誒，這小家伙怎麼這麼可愛呢？恨不得捏死他。但現在呢？現在你再看到那七大嬸八大侄兒，那已經不是卡姿蘭大眼，那是死亡射線，是精準鎖定你錢包的紅外瞄準系統。他一句舅舅新年好，你腦子裡就得自動換算匯率。人民幣加人數等於本次春節財務赤字。小時候你覺得孩子的眼睛是星辰大海，現在你覺得那是金融風暴前的雷達掃描。以前他們伸手是要抱抱，現在他們伸手是要現金流。以前覺得童言無忌，現在覺得童年無價。你突然明白一個道理壓歲錢這件事兒從可耐到可怕，只差一個年齡。這不是孩子變了，是你從收紅包的人變成了發紅包的人。人生真正的成人禮不是拿到畢業證。本期視頻我們聊一個所有成年人都繞不開的話題——壓歲錢。大家好，歡迎來到老友記，我是大钊。最近韓聯社剛出的新聞，直接把韓國人壓歲錢壓力送上了熱搜。春節期間壓歲錢支出成為韓國成年人最有負擔的開銷項目，沒有之一。原來不止我們被壓歲錢逼瘋連隔壁的韓國思密達比我們還慘。看完我瞬間就平衡。原來天下苦紅包久矣，不分中韓。過年如何把幼崽紅包騙到手？來，你放200，我也放200。幹嘛？你放就行了。400了，對吧？來，我給你300，拿着。這400都是我的，你是不是掙了？是不是？我肯定掙了呀！你們有沒有遇到過同樣窮到需要跟孩子要壓歲錢花的？主打一個反向乞討，自己發出一紅包，繞了一圈還得厚着臉皮要回來，救急。說多了都是眼淚。調查顯示現在韓國中學生過年紅包10萬韓元已經成為主流。10萬韓元，你別急着笑韓元，折合人民幣也有400多塊。兄弟們，400多！小時候我們拿400塊啥概念？那是可以在小賣鋪當闊少爺、闊小姐的存在。今天我們就聊聊韓國人的壓歲錢痛點，為什麼跟中國人的壓歲錢痛點就像孿生兄弟？壓歲錢到底從哪兒來？它到底是祝福還是金融風暴？我們該怎麼辦呢？先給大家報一組實打實的數據來自韓國第三方支付平台 Kapa Pay 的調查，看完你就知道韓國成年人過年有多難。調查顯示春節期間壓歲錢及各類節日的開銷直接登頂韓國人最有壓力的開銷 Top 1，沒有之一。也就是說在韓國過年最讓人頭疼的不是陪長輩嘮嗑，不是對付親戚追問什麼找對象了嗎？結婚了嗎？啥時候要孩子？而是掏錢，是掏那些躲不開、逃不掉的壓歲錢。更扎心的是，韓國的壓歲錢還在逐年漲價，跟我們的物價一樣，只漲不跌。數據說話，2024年時候，韓國中學生收到壓歲錢還以5萬韓元為主，大概就是人民幣236塊，佔比39%。比10萬韓元約473元人民幣的佔比37%略高一點。結果呢，才過了不到2年，到2025年10萬元韓元的佔比直接飆升到42%，反超了5萬元韓元37%。同志們，細品一下，相當於1年的時間，韓國小孩的壓歲錢起薪直接從200多塊漲到了400多塊，漲幅快1倍。這是個啥概念？就好比我們國內去年給小孩200塊紅包還能拿得出手。今年不給個500塊都不好意思遞出去，主打一個被動內卷。我刷到很多韓國博主吐槽說自己過年光壓歲錢就得花掉半個月工資。本來過年是回家團聚的，結果呢變成帶薪還債。
甚至啊，韓國年輕人還調侃，春節不是過年，是1年1度的壓歲錢扶貧大會，而我呢，就是那個被扶貧的對象。更有意思的是，韓國人給壓歲錢跟我們還有個很大的區別，我們用紅信封啊圖個吉利，他們用白信封。一開始還納悶，白信封不是辦喪事才用的嗎？後來查了才知道，在韓國呀，白色象徵純潔乾淨，不管是壓歲錢還是隨份子，都是用白信封，這算是文化差異吧。沒有好壞，就是每次啊看到遞白信封給小孩，總覺得有點出戲。而且韓國的壓歲錢還有個等級制度，小學生、中學生、高中生，它金額都不一樣。以前是小學生1萬韓元，約54塊，中學生5萬韓元，高中生10萬韓元。現在倒好，中學生都能拿到10萬韓元，估計再過2年，高中生都得奔着20萬去了。有韓國網友吐槽，我小時候收到1萬韓元都能開心一整年。現在的小孩收到10萬韓元，連眼皮都不抬一下。時代變了，壓力也變了。看到這兒，是不是有很多家人瞬間就平衡了？原來不止我們中國人，韓國思密達也在被壓歲錢壓得喘不過氣兒。但別急啊，平衡歸平衡，我們的壓歲錢痛點可比韓國人複雜多了。他們頂多是花錢多，我們是又花錢又費腦還傷感情。接下來重點來了，咱們中國人的壓歲錢痛點簡直就是層層遞進。每一層都能戳中你的淚點，不信你对号入座，看看你中了幾條。痛點1啊，金額內卷，不給不行，給少了沒面子，這絕對是最普遍的痛點，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都繞不開。以前我們小時候啊，壓歲錢都是10塊、20塊，最多50塊，長輩給的時候啊，我們雙手接過，還得鞠躬說聲謝謝，能開心好幾天。那時候的壓歲錢是純粹的祝福，跟金額無關。可現在呢？壓歲錢直接變成了面子比拼，金額水漲船高，內卷到離譜。我身邊有個朋友在山西太原農村，說他們那邊給小孩的壓歲錢最低500塊起步，關係近一點的1000、2000塊，甚至還有給5000塊、1萬塊的。他去年年終獎7200塊，過年給16個小孩的包紅包，直接花光8000塊，自己呢還倒貼800塊，主打一個過年如渡劫。還有更離譜的，有網友吐槽自己老家壓歲錢金額還分地區等級，上海、北京、浙江這些地方單筆壓岁錢平均都在1000塊左右，浙江更是排全國第3，僅次於上海跟北京。你說，要是你在上海給親戚小孩200塊紅包，估計當場都是背後議論呀，這麼小氣兒，這還好意思拿得出手？更扎心的是這種內卷還逼瘋了很多農村老人。有個62歲的泥水匠，每個月工資3200塊，過年要給10多個小孩發紅包，每個小孩300-400塊，一個月工資呀直接清零。他說呀，以前給10塊20塊就行，現在不給個幾百塊，別人都會說你不重視。我也沒辦法呀，只能硬着頭皮給，省吃俭用一整年，全給小孩發紅包。痛點2，只出不進，淪為冤大頭。這一點尤其針對未婚年輕人、丁克家庭。我身邊很多未婚的朋友，每年過節都要躲着親戚，為啥呢？因為他們只有給別人小孩發紅包的份兒，自己呢卻收不到1毛錢。有個80後男生呀，每年過節都要糾結，表姐家的孩子呀，我要不要給紅包？不給嗎？顯得我不懂事兒；給吧，我自己還沒成家，憑什麼要一直給呢？更無奈的是，有些親戚啊，明明自己孩子都上大學了，還帶着孩子來要紅包，美其名曰討個吉利。實際上就是來薅羊毛。還有丁克家庭更是慘上加慘，夫妻2個人每年過節要給雙方親戚的小孩發紅包，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全程呀只出不進。有個丁克朋友調侃，我們這不是過年呀，是給親戚小孩打工的，1年的積蓄啊，一半都花在壓歲錢上。痛點3，人情往來變成人情債，算不清還不完，這才是最傷人的。本來壓歲錢是長輩對晚輩的祝福，結果呀，慢慢變成了对等交換。你給我家孩子500，我就得給你家孩子500，甚至更多，少1分都不行，不然就會被人記恨，覺得你不懂事兒，瞧不起人。我見過最離譜的有2家人，一家是獨生子女，一家有2個孩子。獨生子女家給對方2個孩子各250，一共500。結果呢，對方只給獨生子女家500塊，獨生子女家就不樂意了，覺得自己吃虧了。2家呀，從此鬧得不愉快，過年呀都不互相走動。哎，不对呀，這不是250，2個250加1個500，這不對等的嗎？那你有啥虧的嗎？還有更誇張的呀，孩子剛接過紅包，轉眼就被父母換個封套，原封不動的遞給對方的孩子。說白了就是走個過場，壓歲錢變成了流轉的人情債。
沒有一點的祝福意義，只剩下精打細算的算計。想想呀，都覺得心累呀。痛點4，收紅包的人也有壓力。你以為只有發紅包的人頭疼嗎？錯，收紅包的人同樣不好過。有個寶媽呀，帶着幾個月大的孩子回老家，每次聚會都要收一沓紅包。有一次一個親戚沒準備紅包，看到孩子連忙去 ATM 機取錢，硬要給孩子包紅包，寶媽呀攔都攔不住，只能收下，心裡卻滿是愧疚。大家掙錢都不容易，我真不想讓過年相聚變成他們的負擔。而且收了別人的紅包，早晚都要還回去。今年你收了別人500，明年別人有了孩子，你就得給1000，不然就說不過去。這種欠人情的感覺，比自己發紅包還難受。看到這兒，估計很多家人都會感慨：好好的壓歲錢怎麼就變成這樣？其實不止我們疑惑，古人要是知道他們流傳下来的压岁錢習俗變成了現在的成年人負擔，估計也会一臉無奈。接下来重點中的重點，咱們就來聊聊压岁錢的由来。很多人都以为压岁钱是近代才有的，其實不然。压岁钱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漢代。那時候它不叫压岁錢，叫压胜钱，听起來就有古人的味道，是不是？說到壓胜錢，就不得不提中國古代的巫術文化。《史記·封禪書》裡記載：壓勝，為驗而勝之，以術詛咒或祈禱，制服所惡之人，物邪祟也。簡單來說壓勝就是用某種方式壓制邪祟，祈求吉祥，而壓勝錢就是這種巫術文化的產物。這種壓勝錢不是用來流通的貨幣，而是一種辟邪物。正面印着萬歲千秋、去殃除凶、辟兵莫當、富貴未央等吉祥話，背面刻着龍、蛇、龜、雙魚等祥瑞圖案。古人把它配在身上，或者掛在床頭，用來驅邪避災、祈求平安。這就是壓歲錢最早的雛形。而且這種壓勝錢的形制還暗含着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哲學思想。東晉盧保在《乾神論》中寫道：乾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圓形代表天，方形代表地。一枚小小的壓勝錢不僅是辟邪物，更是古人對宇宙認知、對吉祥的期盼。不得不說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讓人佩服。到了唐代壓歲錢有了新的發展，宮廷裡盛行洗兒錢。什麼是洗兒錢？就是新生兒出生後舉行洗三儀式。新生兒出生第3天用溫水清洗，寓意洗去污穢，健康成長。皇帝跟王公貴族會賞賜金錢給新生兒，兼具慶賀跟驅邪的意義。據說楊貴妃給安祿山行洗三禮的時候，唐玄宗就賞賜了大量的洗兒金銀錢。雖然這段歷史有點爭議，但也能看出唐代的洗兒錢已經跟守護孩童聯繫在一起，為後來的壓歲錢奠定了基礎。真正讓壓勝錢變成壓歲錢的是一個民間傳說，而且這個傳說至今還在流傳。傳說在古代有一個叫祟的小妖，身黑白手，每年除夕夜都會出來作惡，專門摸熟睡孩子的額頭。被摸過的孩子會立刻發燒生病，退燒後就會變成痴呆瘋癲的傻子。所以很多父母除夕夜都會徹夜不眠，守護在孩子身邊，這就是守歲。有一對老夫妻老來得子，非常疼愛孩子，為了保護孩子不被岁傷害，除夕夜他們把8枚銅錢用紅紙包起来，放在孩子枕邊，然後徹夜守在旁邊。果然半夜的時候岁來了，正要伸手摸孩子的額頭，枕邊的銅錢突然發出一道金光，岁被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再也不敢來。這件事傳開後大家紛紛效仿，每年除夕夜都用紅紙包錢放在孩子枕邊，用來壓歲。因為歲和岁發音相同，久而久之壓岁錢就被叫做了壓歲錢。而壓岁錢能驅邪避災、守護孩童平安的寓意，也一代代流傳了下來。到了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起来，壓岁錢也開始變成了真正的錢，不再是单純的辟邪物，而是可以流通的貨幣。而且給孩子压岁錢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習俗。北宋詩人王宗在《除夕書懷》中寫道：兒女爭求壓歲錢一句話，就道出了宋代除夕夜孩子們爭搶壓歲錢的熱鬧場景。可見那時的壓歲錢已經深入尋常百姓家。明清時期壓歲錢的習俗變得更加完善。清代顧魯在《清嘉錄》中第一次正式記載了壓歲錢一詞。書中寫道：以彩繩穿線，編作龍形，置於床角，謂之壓歲錢。尊長賜小兒，未能壓勝驅邪，
也就是说啊，那時候的人們會用紅繩串起銅錢，編成龍形，放在孩子的床角，寓意長命百歲、驅邪避災。而且啊，那時候的壓歲錢還有很多講究，比如要用100枚銅錢，寓意長命百歲；編成魚形，寓意年年有餘；編成如意形，寓意萬事如意。每一種形制啊，都承載着長輩對晚輩的美好期盼，沒有攀比，沒有算計，只有純粹的關愛。說到這兒，大家應該明白了，壓歲錢的本意啊，從來都不是比金額、講面子、算人情，而是古人啊用來驅邪避災、守護孩童的美好祝福，是長輩啊對晚輩的關愛跟期盼，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刻在我們骨子裡的年味兒。可為什麼到了現在，压歲錢變成了我們的負擔，變成了人情的籌碼、面子的比拼？不是压歲錢变了，是我們的心態变了，是我们呀給壓岁錢附加了太多不該有的東西，面子、攀比、人情交換，慢慢的就忘了它最初的意義。很多人都說啊，現在的年越來越沒有年味兒了。其實啊，不是年味兒淡了，是我們把年味兒給弄丟了。我們忙着算計紅包金額，忙着攀比面子，忙着償還人情債，卻忘了過年的意義是團聚，是陪伴，是長輩的牽掛，是晚輩的歡喜。而壓歲錢只是這份歡喜跟牽掛的載體，不是用來衡量感情的工具。至於過年的意義嘛，大家可以去大招上一期節目溫習一下。家人們，我們總以為啊，紅包給的越多就是愛的多，面子撐得足就是過得好。可我們忘了呀，真正的幸福不是攀比出來的，真正的親情啊不是算計出来的，真正的年味啊不是紅包堆出來的。2000多年来，壓岁錢從漢代的压岁錢到唐代的喜儿錢，再到明清時期的串錢，歷經千年，傳承的從來都不是金錢，而是長輩對晚輩的關愛，是古人对吉祥平安的期盼，是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道德經說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願我們都能保持初心，不被世俗的攀比裹挾，活成自個兒喜歡的樣子。也願每一份壓歲錢都能承載着純粹的祝福，傳遞着溫暖的親情，讓年味永遠留在我們心中。評論區告訴我，你今年過年發了多少壓歲錢？有沒有被壓歲錢內捲到？我是大钊，下期再見。